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动态 DDNS 的软件，名字叫做 DDNS Go。顾名思义呢，这款软件是用 Go 语言开发的，它是一个 DDNS 的客户端，它的文件非常小，仅有 3.5 兆，支持这个 Linux、Mac、Windows， 包括 ARM 架构等各种平台的运行。它对接了你像阿里云呐，或者是 Cloudflare 啊，包括腾讯的它这个主流的这种 DNS 服务商，而且支持 IPv6， 真的是非常好用。以前呢，我还用 .NET 开发过一个同样功能的软件，当时只对接了这个阿里云，支持 IPv6。想想呢，如果我以前知道这款软件，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开发的，没有意义，因为这款软件真的太好用了。好，下面进入正题，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是动态 DDNS 啊？这个 DDNS 它就是一个动态 DNS 的意思，它的英文意思就是这样。目前呢，在我们家里用的各大运营商的宽带，它提供的 IP 地址是每天都变化的，在你重启路由、重启光猫或者重新拨号的时候，都会获得一个新的地址。如果你家里架设的有相应的这个外部服务，你不能够在 IP 地址变化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去及时更新这个域名解析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访问这些服务了。这个 DDNS Go 呢，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。在我们以前呢，一些路由器或者是光猫里面都会带一些这个 DDNS 的服务商，而这些服务商呢，通常都不会支持 IPv6， 因为 IPv6 相对来说比较新嘛。我们下面的这个 DDNS Go 这个客户端呢，它是支持 IPv6 的，它也对接了这个主流的平台。OK， 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客户端的话，要具备哪些条件。第一个呢，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域名，这个域名是托管在阿里云呐、DNSPod、Cloudflare、华为云等这些平台上，当然国外的平台，GoDaddy、Google 啊，这也都是支持的。第二个，你要有一个server， 你可以是 Linux 的、安卓的、Mac 的、Windows 都没有关系，甚至是一个 Docker 的主机，或者是一个黑群晖，或者是一个 OpenWRT， 但是你要有一个能够去自己跑服务的一个设备。第二个就是你想架设服务，前提是你有公网 IP。现在呢，通常就是你去拿 IPv4 公网地址的话，已经非常难了。在一些小城市，你去贴个工单呢，或者打电话要求一下，通常还能拿到的。大城市就比较难，但如果你多磨一磨，还是能够拿到的。IPv6 呢，除非你的路由不支持，或者是你的路由或者是光猫没有做相应的配置，应该说通常都是有 IPv6 的支持的。所以说呢，你使用这个服务，你没有 IPv4， 但是你有 IPv6 OK 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呢怎么安装。它的下载地址呢是在这里。后面呢，我会把这些需要的信息都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里面。你需要的话呢，直接去拿就可以了。OK 呢，这就是这个 DDNS Go， 它是托管在 GitHub 上的，它是完全开源的。它的介绍呢，它是在这个介绍是在这个主页里面，它会有一些介绍或者是怎么使用安装的，你也可以自己来看，或者是看我的视频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呢要下载的话，它是最新版，现在是 6.3.2， 我们点这里打开页面就可以看到下载的
链接，这里有很多的链接，你看它有 FreeBSD 的、Linux 的或者 Windows 的。我们今天是在 Linux 上使用，所以说我们下载这个 x86、x64 的这个，我们点这里，它就开始下载。OK， 它就开始下载了。下载到之后呢，我们去把它 copy 过来。你看这个已经下载成功了，我们 copy 这个文件，把它拿到我们的测试文件夹，连接到这里。这个刚才那个其实前面我已经下载过了，我操作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 copy 过来，然后呢把它解压一下，点右键解压一下，全部解压。这前面因为我解压过了，我没关系，我们把它覆盖一下了。好，现在这个已经有了解压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路径 copy 下来，然后我们打开一个终端，终端呢点右键选这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，因为它要安装成服务，所以说是需要管理员权限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 copy。因为我前面安装过了，我忘记卸载了，我们先把它卸载一下，再重新安装吧。我们来执行这个命令啊，这个 Windows 上执行这个 OK，copy 它。我们先把我现在那个本来你要没有安装的话是不需要执行的，因为我安装过了，我为了给你演示，我先把我之前安装的卸载掉。这个是 uninstall，OK， 我们把它卸载掉。OK。这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这个路径不对，路径不对，我们把这个路径 copy 过来，先进入 D 盘，再趁机 directory 到你刚才的这个解压的路径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再来执行这个卸载，你看它就已经卸载成功了。现在我们再去安装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安装命令对不对。这个安装命令呢 ，Windows 管理员身份打开，然后执行-S install。OK， 现在我们回车，你可以这里可以看到，我已经安装成服务，就可以使用了。我们这个安装成功之后呢，其实它后面还是有一些参数，比方说。你这个配置文件想指定一个路径啊什么的，你就可以加参数，这里就不再细数啊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服务的验证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安装成之后在哪里能找到它。我们在这个此电脑上点右键，点显示更多选项，然后点这个管理。然后点这个服务，然后呢，打开服务列表。服务列表里面，因为它是 D 开头的，我们输入按一下 D 键，你看这里就看到这个它的这个 DNS Go， 它这个服务现在已经是自动启动的，已经正在运行当中。对，你看到这个服务之后呢，就知道你即便这台电脑呢。现在重新启动了，这个服务呢仍然会自动运行起来。关掉。它这个安装之后，它的默认的入口地址呢，是在这里，它的端口是9876。我们 copy 一下这个地址，然后过来打开它。这是地址输到这里回车，它现在就打开了这个页面，这是它的配置管理页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。这是版本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日志呢，等会我们运行的时候可以过来看一下。你看它支持这个有哪些 DNS 服务商呢？你看有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呢，先看一下这个 Cloudflare。
Cloudflare 的话，它需要一个 token。我们现在看一下 token 的 Cloudflare 的 token 呢怎么去申请。Cloudflare 的申请，它的申请地址呢是点这里就可以了。我们去打开这个地址，进入 Cloudflare。如果你的域名呢不是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，你可以把它那个域名就是指向到 Cloudflare 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管理权交给 Cloudflare， 那这样你就可以用这块DDoS 的客户端来对它进行动态更新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令牌呢，你看这里下面是 API 密钥，我们不是用这个，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API 令牌。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创建，有的话你可以用你现成的都没有关系。我现在来点一下创建令牌，然后这里有个编辑区域 DNS， 我们点这个使用模板。然后它这里呢，你看贸易权限是编辑，如果不是的话你自己修改一下。它这个令牌呢就仅对 DNS 有编辑权限，然后再对它进一步的限制范围，就是你如果想让它对所有的域名进行管理，那你就可以选择所有区域。如果想对某一个的话，你就选这个特定区域，然后选择再选择自己的域名就 OK 了。我现在呢只是做测试，我就选择所有区域了，简单一点。然后呢点这个继续显示，然后点这个创建令牌，然后呢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令牌给到你了，然后我们点 copy， 然后我们回到它的这个 DNS Go 的管理界面，把这个新的 DNS key 放到这里来，然后这 TTL 就选自动就行了，我们不用去管它，或者选这个平台支持的最短时间。你像如果是阿里云的话，它通常是最小就是10分钟，再小是没意义的。我们默认选自动就好了。对这个 IPv4， 我们更新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同时更新 IPv4 和 IPv6 地址。IPv4 呢，就现在的情况来讲，即便你申请到了 IPv4 地址，它也不可能每台设备都给你，它只会给你一个这个 IPv4 地址呢，就会给一个。那它一个的话，它通常都会部署在你的这个路由上，主路由上，或者是这个光猫自动拨号的话是在光猫上。然后呢，对于这种 IPv4 地址，你下面的这个机器都是共用它的，所以说它不在你的网卡上配置。你要想获得这个地址呢，需要调用外部的接口来获得这个地址。这是它默认的一些外部接口，我们不用去改它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自己要改的、要更新的这个域名，2级域名通常都是2级域名。比方说我买的是数控点 net， 那我的子域名，比方说我现在的 ts 点数控点 net 的指向地址需要通过这个动态 DDoS 对它进行更新，那我们就把它填进来。如果有多个的话，你可以填多个，每行一个。IPv6 地址的话呢，有点不同，因为 IPv6 地址现在特别多嘛，你连上去之后，它会分给你一个 IPv6 前缀，通常就是一个-60或者-64，你有大量的 IPv6 地址，所以说你每一个设备都会获得一个 IPv6 地址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不需要通过外部接口去获取，我们通过这个网卡直接调用就可以了。因为这里它已经读到了我的网卡地址是这样。这些呢不用，正在表达是不用填，这种方式的话是不用填的。如果你是自建的接口，你返回来的那个，比方说这个 JSON 呢或者格式不一定是什么样子，你想获取的话，就需要配置一个正在表达式。我们这里是直接通过网卡获取，是不需要配置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域名这个 ts 点数控点 net 也给它写进来。另外就是你要在这里填这个域名呢，你需要在这个
DDS 里面已经进行了配置，已经进行了相应的配置，你才能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， 就是说你这个已经在这里面配置了相应的，比方这个 A 记录，比方这个 D， 这个 A 记录，或者说是这个，如果你没有配置的话，没有配置的话，有可能它会自动去注册。不过我是已经配置上了。这个 A 记录呢，就是针对 IPv4 的一个解析地址。这个 AAAA 记录呢，是针对 IPv6 的，它们的名称是一样，但是类型不一样。这是可以共存的。OK， 我们回来看一下。这个下面呢，就是下面的配置呢，就是因为它开放了一个端口，可以在内网直接访问的，对它进行设置。为了增强其安全性呢，我们也会禁止公网来访问它，对它进行设置。如果你想进一步增强安全性，应该设置一个，比方说局域网上你也不想让别人来修改它的设置，那你就应该把用户名和密码给它设一个，这样子别人就进不来了。外部 hook 的作用呢，是当它这个执行成功或者失败之后呢，去发送一个消息，通过这样的接口发送一个消息。我们这里呢不需要它做，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填。然后呢，我们点一下保存，保存之后呢，你看它就开始去把这个，你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在这个位置保存，然后呢就开始执行。我们看一下日志，你看它已经执行了，已经IPv6、IPv4 地址都没有更新，它因为我的地址还没有变，我前面更新过了，所以说它不会再次更新。如果你的 IP 地址变了，它因为它是每5分钟自动检测一次，如果变了它就会去更新。OK， 如果到这里呢，它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。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怎么来验证它。这个阿里云的获取方法也都差不多，我们看一下阿里云啊。阿里云它这个主要是你去阿里云上要对你的域名获取一个这个 token， 比方说阿里云嘛，阿里云它需要，它是2个，一个是 ID， 一个是 key。你看它的创建方法是点这里，然后它就会跳转到阿里云的控制面板。如果你阿里云是登录过的话，它就会直接进来；没登录过的话，它会提示你登录。你看这里如果你点这个继续使用 Access Key 的话，因为这个是针对整个账号权限的，所以不建议使用。你最好使用一个子账户，子账户你比方说你对它进行设置，只允许它对这个域名进行管理，这样安全性会好一点。我们就点这个，点这个之后，你看它会打开进来。如果你没有用户的话，就点这里创建一个用户。我这里因为也有现有的用户了，你这个权限点这里给它增加你对域名管理的权限，然后你点进来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创建这个 key。稍等一下，加的有点慢。这里面这里有个 access key， 点这个创建 access key， 它就会给你创建 access key， 把它复制过来进行保存。当然我建议你创建之后呢，你把这个信息呢也另外保存一个地方，以免你有其他用途。其他的这些配置是一模一样的，配置完点你保存，它就会运行。到这里看到它是否执行成功。你想做进一步验证的话呢，测试验证可以用ping命令。回到这里，比方说我们ping一下我们刚才的，看这个它解析地址对不对？你看这是默认它是去检查了 IPv6 地址，然后你再ping一个-4，加一个-4参数，它会去ping得到它的 IPv4 的地址。
这两个地址到底对不对呢？你可以登录你的路由，或者是看你自己的 IP 进行验证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是打开一个测试网址，这是一个测试网址，用这个测试网址呢验证我当前的 IP 是否刷新一下，他得到的这个地址，就回来发现跟这里地址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2401它都是一样的，2401、842、842是都是一样的。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这个 IP 地址没有变，如果它是刚刚更新的话，你这个要看到更新大概需要等10分钟左右。有时候你没有看到更新不要着急，因为 DNS 是有缓存的。如果你想加快这个进度呢，可以用命令执行这个命令来刷新一下 DNS 节气缓存。我觉得简单，就是等10分钟就好了，不要管那么多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再见。